您走到银行柜台，在定存单上轻轻一勾，这个简单的动作将直接决定您存款1年后能生出多少利息。到了2026年底，这笔钱是能实实在在用在自己身上，还是悄悄缩水，被银行占了便宜？大家好，我是健康之道的蔡志霖。许多朋友，尤其是求稳的叔叔阿姨，最信赖定存。但今天我要分享一个行内真相，近90%的人办理定存时，都在一道选择题里习惯性选了会让利息偷偷变少的选项。当行员问您利率选固定还是机动，您是否下意识就选了固定，觉得听起来踏实不变？但资深行员透露，2026年若人凭习惯选固定利率，100万存款1年下来的利息，可能比选机动的人少2-3千块新台币。这对银行不算什么，但对我们来说，却是能改善生活、多加几餐好菜的一笔实在钱。因此，在健康之道里，志霖要把这个行员通常不会主动说明的利息秘密说清楚。我要教您在2026年该怎么选择，才能把该得的利息稳稳放回自己口袋。也请大家订阅健康之道，留言我要利息多多，让我们都成为明明白白的存钱达人，不再让辛苦钱默默缩水。首先咱们得把固定利率和机动利率这两个听起来有点文绉绉的词，用咱们家里厨房、客厅里的大白话给它翻译一下。您只有彻底懂了它俩到底是个啥，才能明白为什么选错了会吃亏。这个固定利率您就把它想象成是跟银行签了一份不能反悔的合约，就在您把钱存进去，签下名字的那一刻，银行就跟您说定了，好，咱们约定好，接下来这1年或2年、3年，我就按这个数字，比如年利率 1.7% 来给您算利息。好了，合约生效，从此之后，不管外面金融世界是刮风还是下雨，不管中央银行是宣布升息还是降息，哪怕隔壁银行的利息高到天上去了，您这笔钱的利息就像被钉在了墙上，永远是 1.7%， 1分不会多，当然理论上1分也不会少。这种方式的好处是，您心里有底，完全确定。如果您有内幕消息，知道未来利率会像坐滑梯一样往下掉，那现在锁定一个相对高的固定利率，当然是好事，但它最大的坏处就是不灵活。万一未来利率涨了呢？那您就只能眼睁睁看着别人家的存款水涨船高，自己的却纹丝不动，心里那个干着急那机动利率又是什么呢？听名字就知道，它是机动的，是活的。它就像您银行账户里的一池活水，利率会跟着银行官方公布的牌告利率一起浮动。您存进去的时候，假设牌告机动利率是 1.75%， 那起先就按这个算。过了一段时间，如果央行宣布升息了，银行的牌告利率跟着调高到了 1.85%， 恭喜您，您这笔定存的利率也会自动跟着涨到 1.85%， 利息自然就变多了。反过来，如果降息了，它也会跟着往下调。它就像一条小船，池子里的水涨了，船就跟着升高，水落了，船也稍微低一点。对于咱们存钱的人来说，这其实是一种既能进攻也能防守的策略，尤其是在大家判断利率可能不会大跌，甚至可能在高位徘徊，偶尔还会往上蹦一蹦的时候，选择机动利率，往往能给咱们带来一些计划之外的惊喜。那么问题来了，为什么志霖一定要强调2026年这个时间点，并且强烈建议大家要特别小心这个选择呢？这就要说到银行那个不会明说的小心思了。大家有没有留意到一个现象？您去银行存定存，如果自己不主动开口，柜员在操作电脑之后，打印出来让您签名的单子，十有八九在利率种类那一栏已经悄悄帮您勾好了固定利率。这难道是柜员特别为您着想，帮您选了最划算的吗？还真不是。从银行经营的角度来看，他们拉来您的存款是要付利息给您的，这就是他们的成本。如果他们能说服您，或者让您习惯性的选择固定利率，那就等于帮银行自己把这笔未来要支付的成本给牢牢锁死了。特别是在像现在这样利率总体还算不错，未来甚至可能微幅上升的时期，银行其实挺担心利息成本继续上涨的。如果给您办了机动利率，未来利息一涨，银行就要多付钱，它的利润就变薄了。所以引导您选固定，很多时候是在帮银行自己锁定利润，控制成本，是在为银行的业绩着想，
而不是优先帮您的利息收入着想。我们再来仔细看看2026年现在的真实情况。虽然新闻上总在讨论美国、欧洲什么时候降息，感觉全球利率好像要进入下降通道了，但是您去观察一下我们台湾的央行政策，为了应对仍然存在的物价压力，货币政策的态度其实是比较稳的，并没有急着大幅降息。也就是说，目前的利率水平在一个相对的历史位置上来看，还是处在一个还不错的档位。而最关键、最具有操作性的一点是，您今天、现在、马上就可以验证。您走进任何一家您常用的银行，不管是公股银行还是民营银行，抬头看看大厅里那个亮闪闪的利率显示屏，或者打开您的手机银行 APP， 查一下1年期定期存款的排告利率，您会非常清晰的看到，在利率那一栏，通常会并列写着2个数字，一个是固定利率，比如 1.7%， 另一个就是机动利率，而这个机动利率的数字起跳就比固定利率高，可能是 1.75%， 甚至是 1.8%， 这是一个公开的板上钉钉的事实。光说理论不够痛，咱们来算一笔实实在在的账，让数字自己说话。假设志霖和您手上都有一笔100万的闲钱，打算存个1年期定存，好好放起来。如果您还是按照老习惯，或者听了柜员一句固定比较稳啦，选了固定利率，假设就是排告的 1.7%， 那么非常简单，1年到期，您连本带利能拿回101万7千元，其中利息就是稳稳的1万7千元。这个数字从您存入到取出，雷打不动。但是如果您听了志霖今天的分析，选择了机动利率，咱们来看看故事会怎么发展。首先，从存入的第一天起，因为机动起跳价是 1.75%， 您最初的利息计算基础就比选固定的人高了 0.05%。别小看这 0.05%， 用100万的本金一算，1年下来，单单因为这点起跑线的差别，您就已经先多了500元利息到手了。这还只是开始。我们基于2026年利率可能维持高档，甚至偶有波动的判断，假设在这1年当中，因为某些经济因素，央行真的又微幅调升了利率，哪怕只是小小的一码 0.125%， 那么您的机动利率就会立刻响应，从 1.75% 跳到 1.875%。我们保守一点估计，就算没有升息，维持原样，或者全年平均下来，您的机动利率综合算下来有 1.8%， 那么100万存1年，您的利息就是18000元。现在我们来对比一下这2个触手可及的结果，选择固定，稳稳拿到17000元，选择机动，非常有可能拿到18000元，这中间足足差了1000元。如果您的本金更大，是200万，那差距就是2000元，如果是300万，差距就是3000元。请您仔细想想，这多出来的1000到3000元，是您去兼职打工赚来的吗？是您买了彩票中的吗？都不是，它仅仅是因为您在银行柜台前多花了2秒钟思考，把那个勾选从固定移到了机动，这笔钱就自然而然、合理合法的流进了您的账户。这多出来的钱，够您去菜市场多买1个礼拜的好菜好肉，够您给家里添置1个小家电，够您请老朋友好好喝1次茶。这本来就是您劳动积累应得的回报，为什么要因为一个无心的习惯性的选择，而让它白白溜走，变成银行报表上的利润呢？我猜听到这里，肯定有谨慎的叔叔阿姨会问，志霖啊，你说的是有道理，但万一，我是说万一，今年后面利率不涨反降怎么办？那我的机动利率岂不是会跌下去？最后算下来，可能还不如当初选固定的 1.7%。哎呀，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，说明您是在认真思考，有风险意识。志霖就喜欢和大家这样讨论。针对这个最大的担心，我来给您分析一下。首先，我们有一个天然的安全垫，就是我刚才请大家去验证的事实。眼下，机动利率的起跳价就比固定利率高，这意味着未来的利率必须实实在在的下跌，跌到足以抹平这个起跑优势，并且继续下跌，才有可能让您的机动利率平均值低于固定的 1.7%。以目前台湾经济稳健、央行政策审慎的态度来看，利率在短期内发生跳水式暴跌的可能性是非常非常低的。其次，即便未来真的出现小幅度的降息，
因为您前期已经享受了几个月更高的利率，比如 1.75%， 甚至更高。后期即使降到 1.7% 或略低一点，您全年的平均利率有很大概率依然是和固定利率持平，或者还是略高一点点。这就好比赛跑，您先出发抢跑了优势，后面的人就算追平，您总体还是领先。所以在2026年这个起跑点上，选择机动利率是一个赢面很大，输面很小的聪明策略。您得到更高利息的机会，远远大于利息受损的风险。道理讲了一箩筐，最终要落到实处，就是咱们到了银行，坐在那个玻璃柜台前面，到底该怎么说话，怎么办事？志玲给大家准备了一套柜台沟通心法，您记在心里，下次去银行就这么办，保证您能办得明明白白。当您叫到号，坐下，把钱和证件递给柜员，说我要存1年定存之后，柜员会在电脑上一阵操作，然后打印机刷刷的响，吐出一张定存申请单，他会把单子转向您，指着签名栏说，在这里签名哦。这时候您千万不要拿过笔就签，请您一定要把单子拿近一点，戴上老花镜也行，仔细的从上到下扫一眼，重点就看利率方式或利率种类那一栏。如果发现柜员已经默认帮您勾选了固定，请您立刻停下，用手指轻轻点一点那个勾选的地方，用平和但坚定的语气说，小姐或先生，不好意思，这一张我不要固定的，请帮我改成机动利率。这时候柜员可能会出于习惯或业绩考量，对您说，阿姨阿伯，现在国际形势复杂，以后可能会降息哦，选固定利率锁住比较有保障，不会变来变去。或者会说，机动利率会浮动，有时候高，有时候低，比较麻烦哦，请您千万不要被这些话动摇，也不要觉得反驳柜员不好意思，钱是您的，决定权100%在您手上，您可以看着柜员，微笑着，但清晰地回答，没关系的，这个我了解过，也考虑过了，我看好咱们台湾，而且现在你们牌子上写的机动利率本来就比较高，我就选机动，以后就算降息，我也自己负责，没关系，麻烦你帮我修改一下，重新印一张吧。只要您这样坚持，态度友好，但立场明确，没有任何一个柜员有权利拒绝您的要求，他们一定会为您重新操作，打出一张勾选了机动利率的新单子。当您亲眼看到单子上那个勾打在机动旁边，并且上面的利率数字确实比固定的要高时，您再稳稳地签下自己的大名，这一刻就是您为自己的财富牢牢把关的高光时刻。除了新办理的定存，志玲还要特别提醒大家一件事，回去检查一下家里收藏好的那些旧的定存单。很多朋友为了省事，在办理定存时都会勾选到期自动续存，这个功能本身是方便的，省得您记日子跑银行，但是这里面藏着一个很多人没注意的惯性陷阱。银行系统在自动续存的时候，几乎100%会沿用您上一期定存的所有条件。这意味着，如果您3年前办的那张单子，当时选的是固定利率，那么到期后，银行自动给您续存的新单子，默认继续会是固定利率，而且自动续存通常只按银行当天的一般牌告利率计算，不会主动给您有时候到柜台办理才能申请的优惠利率。所以，趁着现在年初，好好把抽屉里、铁盒子里的定存单都拿出来看一看，看看每一张上面写的是固定还是机动。如果您发现有一笔金额不小，利率却明显低于现在行情，比如只有 1.3%、1.4% 的定存，而且还是固定的，请您一定在日历上做个大大的记号，记下它的到期日，等到那天，千万不要让它自动续存，您一定要亲自去一趟银行，办理到期转期手续，并且在办理时清清楚楚地告诉柜员，这一笔我到期要转存，而且这次要改成机动利率，多跑这一趟路，换来的是未来1年可能多出几千块的利息，这笔时间投资的回报率可是高得不得了。还有一种更纠结的情况，如果手里的定存单离到期还早得很，比如还有2年才到期，但当时存的固定利率特别低，比如 1.2%， 而现在的市场利率已经 1.7% 以上了，这时候该不该提前解约，拿出来重存呢？这需要您做一个简单的计算，因为提前解约，银行会按规定把您已经产生的利息打个折扣，通常是8折。您可以请银行柜员帮您试算2个数字，第一，
现在提前解约，您会损失多少已产生的利息打折部分？第二，解约后重存，按照新的更高的利率，比如 1.75% 激动，在剩下的存款期限里能多赚多少利息？如果多赚的远远大于损失的，那就是长痛不如短痛，提前解约重存更划算。如果没差多少，或者都快到期了，那就耐心等到期再说。健康之道的各位家人朋友们，银行作为商业机构，核心目标是稳健盈利，它设计的流程和默认选项往往优先考虑自身管理和风险控制，未必最大化客户利益。我们储户托付的是血汗钱，必须自己负责，点亮眼睛，武装头脑。我们无法预测央行决议或全球经济风向，但在固定与机动利率的选择上，我们拥有完全决定权。2026年，根据当前牌告利率和未来趋势，选择机动利率能为您的存款占据更优站位。健康之道频道旨在用直白语言，把专业金融知识掰开揉碎讲给大家听。我不愿看到任何朋友因不懂行或面子薄而损失本可避免的利息。每一分利息都是辛勤所得，都应让退休生活更滋润、更舒心。请务必行动。1. 整理所有定存单，确认利率类型和到期日。2. 存款时牢记2026年机动利率优先。3. 去银行时从容表达选择。若视频对您有帮助，请点赞、订阅并打开小铃铛，以便智霖第一时间为您更新信息。同时，恳请分享给家人、朋友和社群。您的一次转发可能帮他人守住利息，这份情谊珍贵。我是蔡智霖，在健康之道关心您的健康，也守护您财富的健康。下期再见。